刚进到这个茶厂里面，就可以闻到很浓的那个茶香味。这一期我们会前往闻名全球的西兰红茶产地努沃勒埃利耶，并参观斯里兰卡最大的茶厂，了解红茶的生产过程。在此之前，咱们先来这个小镇逛一逛吧。大家好，我是夏飞扬，现在我在斯里兰卡的努瓦埃利耶。这里是斯里兰卡平均海拔最高的一个城市，所以说这里要比其他地方冷都大概10度左右。你看，像我现在都把这个长袖外套都给穿上了。我一大早实在是冷得受不了了，我跑来这儿吃个早餐。早餐非常便宜，这个牛奶小饼干换成人民币4毛钱，这个甜甜圈1.8块，这杯咖啡2块钱人民币。它是用那个咖啡粉和牛奶现冲的。但这咖啡太甜了，我忘了给他说了，他放了很多糖。你看这个小饼干，哇，太甜了！它一入口可以感到是饼干的味道，但是甜度太甜了。要配这个甜咖啡，我真的是。我看看这个甜甜圈。相比较而言，这甜甜圈还好，没有那么甜了。就简单的早餐，吃一下吧。因为这里的高山气候非常适合种茶，所以殖民时期的英国人在这里建立了茶园，很多英国人也聚居于此。这里现在仍然保留了很多英伦风的建筑，再加上这里也经常下雨，还带着雾，真的有种在英国乡村街头的感觉。虽然国家破产了，但警察还是正常上班的，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治安问题。斯里兰卡这儿还有骑马的警察。Hello。在超市物价那一期，有人说我去的是科伦坡的大城市，所以蔬菜水果很贵。其实并不是啊，斯里兰卡本身的岛它就没多大，所以地域间的物价差异呢也不会特别大。这个是我在这个小镇上看到的水果摊，每个牌子上标的都是100克的价格，和超市其实是差不多的。你看这苹果也是25块钱1斤，但我呢被这个老板坑了2次。这是我第一次在斯里兰卡逛水果店，所以我不知道这是每100克的价格。老板给我说这是1个苹果1个橘子的价格，当时就这么小的一个苹果，他卖了我5块钱，价钱上呢先坑了我1次。就在我这2天剪辑视频的时候，我才发现啊，他给我的时候还专门挑了一下，故意给了我一个烂的，质量又被坑了。不过还好，当时我发现那个果子烂了，回去找他换了一个，但他呢又把坏的这个果子放回去了，所以这个坑啊，我替大家踩了，你们来了可要擦亮眼睛。再给个1键3连不过分吧。去这个茶厂呢非常简单，直接在努瓦沃利耶的车站这里找到这样一个车牌，写着拉布凯里，就是那个茶厂的位置。然后它是这样的小车。给司机看一下你要去的那个茶厂的地名，他就知道了。如果大家实在找不到，就找一个那边叫卖的售票员，然后问一下怎么样去这个茶厂，他们一般都会告诉你去坐哪一辆车的。然后一般只要150卢比，相当于3块钱，非常方便去。然后参观茶厂免费，所以非常划算的一个景点。我们现在就到了努瓦埃利耶，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大的一个茶厂。那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刚进到这个茶厂里面，就可以闻到很浓的那个茶香味，闻着很舒服，很清香。进来之后呢，你可以问一下他们的那个导购员，说一下你想要参观这个茶厂，即便你是一个人也没有关系，他们会有人带的。在这稍微等了大概5分钟，然后他们就给安排了一个导游。斯里兰卡英语听力测试开始。Okay, 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is Chandima. I will explain you all how to make the tea process inside. Okay. And we are starting here. Okay. And this is our tea plantation. This tea factory we call Damro Tea Factory. This is the one of the biggest and oldest tea factory in Sri Lanka. This is started in 1841. Now more than 185 years old. We have 1,200 acres in this plantation. To make a good cup of tea, they just collect the light green leaves like this.
It means they always take the top one, the new one. They pick 2 leaves and a baby bud, or 3 leaves and a baby bud. Green tea comes from the same plant, same leaves, but it has a 2 different process. Inside the factory here, we are making black tea. Come please. 好，斯里兰卡英语听力练习到此结束，接下来由我来为大家做解说。茶叶采摘后的第一个步骤叫萎凋，就是将茶叶进行初步的烘干，去除原液中50%左右的水分，并使其中的香味物质发生变化。每天晚上，工人会将白天采摘的大约10吨的鲜茶叶铺在这个长条状的烘干机上，每过5小时，工人会翻一次茶叶，持续烘干14个小时之后，仅剩5吨重的茶叶呢会被送往下一个步骤揉捻。在机器中大约揉捻20分钟之后，会被送往另一个机器进行粉碎，再根据碎片的大小进行分类。工人会按照不同的时间对茶叶进行发酵，大碎片的茶叶发酵时间短，味道会淡一些，小碎片的茶叶则反之。发酵后，茶叶会被送往烘干室进行烘干1个小时左右，然后会进入到一个机器中，将其中的灰尘、茶茎等杂质去除，这些杂质会埋到茶园里继续当肥料。每一批次的茶会被鉴茶师评定等级，最后一步就是按照等级进行分装入袋了。之后呢，这些茶叶会被集中运往港口，卖给利顿、迪尔玛等茶叶大牌。之后导游会带着我们看一下不同品种的茶泡出来的样子，看完后会给我们一杯免费的红茶品尝。它这个红茶的味道是比较清淡的那种，看着挺红的，但是它的味道不是很苦，更多的是那种清香。非常建议来努沃勒埃利耶的朋友来逛逛茶厂，全程免费，而且体验还不错，值得一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当地富人吃的晚餐，你一定会被惊讶到。我在这里找的民宿是一个3层别墅的其中一间房间，这个别墅内部装修非常精致，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大户人家。正好晚上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家的保姆正在做晚饭，就过去看了看。他做的是斯里兰卡非常常见的一种主食烤饼，是直接将和好的面团放在铁板上，用手直接拍打成型。他现在正在捣的是洋葱和辣椒粉的混合辣咖喱，然后再加一点柠檬汁，拌一下就做好了，非常简单。他很热心的给我切了半块饼让我尝一下，但是因为他在和面的时候，其实我并不在，他实际上没有做我的那份，我吃的话他吃的就少了，所以我委婉的谢绝了。当他装好盘准备端给女主人的时候，我有点吃惊了，我以为他还会做其他的菜，结果这顿晚饭就只有烤饼、辣咖喱和果酱。没想到这么富裕的家庭晚上也吃得如此简单，可能这就是当地的饮食习惯吧，没有主菜和肉也无所谓。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投币、加关注。我是小飞扬，一个分享路上故事的旅行者，我们下期旅行继续。